嚣张小伙亮出手枪，想要教育眼前这个更嚣张的男人。可就在他将枪口对准男人时，只见一男子挥动无情铁拳，瞬间将其放倒后，又快步走向红色福特野马的副驾。他很愤怒，只是在路边停车加个油的功夫，自己的哥哥就险些被无名小卒崩了脑袋。可看着愤怒的兄弟，大山却戏谑地笑了，似乎早将生死置之度外。随后从弟弟手中接过香喷喷的糖炒栗子，虽然很想吃那么一吃，可却只能忍那么一忍了，因为银行就要开门了。德克萨斯州的一家银行外，最早来上班的女员工从包里掏出银行门钥匙，接着闲庭碎步向前走了。而此时街道上显得异常冷清。可突然，2名武装到牙齿的劫匪用冰冷的枪抵在了他的脑门上。一进门，其中一人薅起员工的头发，便直奔收银柜台，并威胁员工将它打开。然而面对手持左轮手枪的悍匪，德州女员工竟大胆嘲讽 ：“Y'all are new at this, I'm guessing. Where's the money? I told you it's in the safe.” 大额钞票明明在保险柜里，可二人却偏偏要他打开存放零钱的收银柜，更何况早上的收银柜连零钱都没有。所以员工断定二人只是一时兴起的小毛贼，接着劝他们识趣些赶紧离开，因为很快身材魁梧的保安就会到，到那时二人必定是吃不了兜着走。而保险柜的钥匙其实在保安身上。Jeffrey, you all right? Good morning. 魁梧保安猛如虎，遇到持枪劫匪也似水，钱就这样到手。而脱掉伪装后，劫匪正是刚刚的兄弟俩。接着他们驾车逃离，在转角与警车擦车而过。哥哥很淡定，而一旁的弟弟则显得心事重重，因为一项离谱的计划才刚刚开始。20公里外的另一家银行，德州老大爷正打算将全部身家存入银行，可却被身后动静吓了一激灵。短短5分钟，二人就赶到另一家银行继续抢劫。然而和上次一样，只要收银柜里的零钱，就连一旁老大爷的积蓄也分文未取。等到差不多7000美金时，拎起装钱的袋子匆忙跑路。接着场景切换，远景，两兄弟已经疾驰在德克萨斯州广袤的土地上，四周生锈的油井轰隆作响，暗示这片土地曾因石油繁荣，而如今也因石油枯竭而破败不堪。在驾车回到自家农场后，他们将这辆价值35万的道奇挑战者用铲车掩埋以销毁证据。可很快，德州警局内快退休的骑警罗斯特就收到这2起抢劫案件报告。本可以在2天后光荣退休的他，在看过报告后，却不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于是和搭档驱车前往调查。然而巧合的是，这2家被抢银行都没安装监控，而且这2家银行都是隶属于米德兰银行下的2家分行。这家银行推出的业务曾帮助许多穷人渡过难关。而从保安口中得知，劫匪2人只抢散钱，且总计从银行抢走7000刀。罗斯特不禁感叹劫匪异常狡猾，散钱难以追踪，而7000刀的临界线恰恰避免了联邦调查局的介入。他们计划周详，并不像是临时起意。所以罗斯特大胆推测，劫匪似乎在凑一笔钱，近期他们必定会再次作案。农场破烂不堪的躺椅上，弟弟大海仔细数着从银行抢来的钞票，可神情却显得异常落寞。就在几周前，在收到银行寄来的一纸催收信件后不久，积劳成疾的母亲撒手人寰。临终前，母亲立下遗嘱，将仅有的家族农场都留给小儿子大海，然而却只字未提大儿子大山。因为忍受不了生性恶劣的父亲，常年家暴母子3人，大山一枪崩死了他们的父亲，最近才刚刚出狱。大海与哥哥相比稍强一些，离异且孩子归妻子抚养，可他常年照顾患病的母亲，根本没有积蓄偿还银行的贷款，所以只能找来哥哥抢劫向他们放贷的银行。而这一次，就像用自己方式解救被家暴的母亲那样，哥哥还是义无反顾的来了，来帮助自己的兄弟。可他知道这条路是不能回头的。Why in the hell did you agree to do it? Because you asked, little brother. 大山想念自己的侄子，并建议弟弟多去看看他们，可大海却说 You got any idea how much I owe Debbie in child support? 大山沉思片刻，随后斜着脑袋看向窗外。I got shit like an old goat. 他谎称自己去上厕所，实则来到餐厅对面的银行，为弟弟取一些抚养费。 5s, 10s, 20s. Found him out like a dick. 哥哥走后，餐厅服务员突然上前搭讪，然而在得知帅气的大海生活窘迫没有工作后，身材苗条的服务员便立刻说餐厅需要一个厨师，因为大家都为生存所困，所以他理解大山的状态。随后起身恋恋不舍地离开。也因为这小小的善意，大山从口袋掏出500刀，扔在桌上当做小费，拿上帽子离开。可刚出门就看到哥哥捧着大把刀了，疯狂向他跑来。赶忙发动汽车，接着油门踩进油箱，2人只得仓皇逃离。大海气炸了，只是吃个饭的功夫，哥哥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抢了一家银行，而目的却只是为帮自己凑抚养费。赶往赌场的计划因此被打乱，2人只得再次返回农场，将车掩埋。警长这边接到报警，他
他们赶到事发银行，好在第3家银行有监控拍下细节，而从职员口中得知，抢劫的只有1人。作案后疯狂跑向对面的餐馆，随后驾车扬长而去。警长来到餐馆了解情况，就在店长去叫那位苗条服务员时，旁边的3位牛仔却全都表现出一副耐人寻味的表情。坐在窗户旁的他们恰巧目睹了抢劫的全程，不过3人心情却因此有些愉悦。抢劫了他们30年的银行终于被抢了，而劫匪实际有2人，一个高点而另一个不高点。这时苗条服务员小翠走来，面对警长的询问，她面带微笑，故意强调说那2兄弟在抢劫开始前便离开了餐厅。然而随着谈话的继续，她的眼神却瞬间变得像锋利的刀刃，因为老警长想要收走那500美元小费当作物证。要知道这笔钱足以让他支付1半的房屋贷款。 Till then, it's my tab and half my mortgage. So you go out there and you get a warrant and you come after the money that I will be using to keep a roof over my daughter's head. 老警长这边无计可施，好在搭档带来好消息，通过监控画面确认这3家银行劫案是相同2人所为。老警长推测2人应该没走多远，所以打算在附近订一间房继续追查。可一旁的牛仔却不这么认为。Long gone for sure. 深夜时分，兄弟2人按计划来到赌场，先是小酌一杯，为了即将到来的最后一场抢劫提前庆祝。接着来到筹码柜台，把之前抢来的钱换成筹码。大海有些局促，担心对方看出破绽。Sorry, I just sold my car. This is how the fella paid me. Take it any way you bring it, mister. 可结果却相当顺利，在赌场佯装娱乐之后返回柜台，再把筹码换成支票，钱就这样干净了。而弟弟特意强调，支票开给米德兰银行。身旁的大山忍不住笑了，抢米德兰银行的钱还米德兰银行。第2天大清早，兄弟2人就驾车来到律师事务所，他们将赌场换来的钱建立信托，这样无论2人最终是生是死，银行都无法追回这笔钱。大山很困惑，律师明明知道这笔钱的来路，为什么还接下这个活？他威胁地说道 You can't tell nobody nothing. Well, what is there to tell? I mean, you boys won that money gambling, didn't you? 原来律师早就受够了银行肮脏的套路，他们忽悠像兄弟俩的母亲这样的穷人，在62岁的高龄签订反向抵押贷款。也正因如此，兄弟俩的母亲每月可以从银行手里拿到100美元的高额补贴。可等他63岁生病离世，作为农场继承者的大海连本带息要还银行5万美元，否则农场就要被收走，简直比抢劫更容易。所以他特别赞赏兄弟2人的行为，抢劫银行的钱还银行的贷款。还有什么比这更得周？他们来到2手车市场，为周4的行动购置一辆黑车。他们行动要快，因为周5银行就要没收农场。而在这之前，大海来到前妻的住处，用哥哥抢来的钱偿还了欠下的抚养费。大海的儿子刚好进屋，看到父亲后，却似乎带着怨气转身离开了。大海跟了出去，在后院，他递给儿子1瓶酒。大海把农场留给了儿子，而那笔信托的受益人同样也是儿子。无论自己最终的处境如何，那笔巨款最终会合理的流入儿子的账户。儿子不理解，为什么父亲拼了命的要留住那个破烂的农场。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with a ranch? Anything but sell it. We found oil on it. You and your brother ain't gonna have to worry about money no more. 直到这时，大海才透露出一个惊天的秘密：原来农场下发现了巨量的石油，这足以让他的下一代摆脱世世代代的贫穷。大海知道镇上流传了关于自己的风言风语。You may be hearing a lot of things about me and your uncle. Whatever I hear, I won't believe. No, you believe it. I did all of it. Well, you do it different. 兄弟俩在农场集合，大海困惑地向哥哥抱怨，他发现车里多出来一把雷明顿700狙击枪，他向来不喜欢这些东西，可哥哥告诉他下次抢劫，他要带着这把枪，并且开另一辆车。大海隐隐有些不安，但并没有多说什么。一家米德兰银行的街对面，老警长罗斯特和搭档悠闲地坐着，他们推测兄弟2人的下一次目标大概率是这里，所以2人准备守株待兔。这晚，兄弟2人在落日的余晖下远眺自家的农场，谈些惬意的话题，畅饮冰镇啤酒。他们像小时候那般发疯似的打闹起来。在远处晚霞映衬下，似乎一切烦恼已烟消云散。第2天天刚蒙蒙亮，2人便一前一后驶向目的地。可等到达之后，却慌张地发现这家米德兰银行竟是大门紧锁。不知是意外还是银行那边早有察觉，再三思考下，他们决定改变抢劫目标去科尔曼。而科尔曼的米德兰银行外，老警长罗斯特蹲守了一个通宵，老胳膊老腿的他艰难坐起身来，好在搭档暖心递来咖啡。可就在去科尔曼的路上，大山开启转向灯，随后鸣笛超车，将弟弟的车截停。他认为应该改变目标，前往波斯特的米德兰银行。科尔曼的银行规模太小，抢的钱肯定不够，加之路程太远，因此大概率明天之前无法凑齐剩下的钱。
所以大山认为应该直接干票大的。大海虽然有些担忧，但是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，足足等了1个日夜，但却没有等到兄弟俩前来。警长罗斯特分析，兄弟两只抢米德兰银行，除去守着的这家在抛去停业的那家，那么兄弟俩最终只能将目标定位波斯特。就这样，劫匪与警察都向同一位置驶去，在离目的地6.6公里的笔直公路旁，兄弟俩将逃跑车辆停在适当的位置，随后坐上同一辆车驶入市区。虽然时间尚早，但当他们到达时，目的地的小镇却已经繁忙起来，这并不是好的征兆。穿戴装备已经可以看到目标，这次的规模不一般。It's too big. That's what she said. 将车停好后，两人对视一眼，便开始行动。可令二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大清早的银行里竟密密麻麻站满了人。Everybody get on the fucking ground! 原来今天正赶上镇上发工资的日子，大海呆住了，可见在弦上不得不发。他们命令众人趴在地上，随后哥哥跳进柜台威胁柜员打开抽屉。Tell her stand up! Open the drawers! 而弟弟则在外边控制人群。然而慌乱中，一位女士悄悄发送信息摇人，在银行的深处，一个脑袋也暗中观察着一切。银行实在太大，大海一人根本不能全部顾及。而在他神经高度紧张之时，一声枪响撕破原本平静的银行大厅，是刚刚暗中观察的保安，接着是这个男人。大海连连躲避，因为他根本没想过开枪。两人慌张破门而出，却不想遇到伏击。显然，刚刚的女士摇人成功。德州的民风一向淳朴，片刻间，他们的车子上就已千疮百孔。可好在质量过硬，发动车子仓皇逃离。可镇上的居民看样子并不想善罢甘休，也纷纷发动车子开始追击。与此同时，赶来的警长接到电话。Texas Midlands postman's just been hit. What'd I tell you? 确认兄弟正被居民们紧紧追捕，他们兴奋起来。兄弟二人在劫难逃，接着发动车子全速前进。大海刚爬到副驾，哥哥的一套敲打却接踵而至。他想让大海振作起来，可这才发现弟弟已然中弹，好在只打穿腰子，短时间并不致命。大山教弟弟包扎完伤口。Unless you want to be a black mark on your son's lives, I need you mountain lion me. You hear me? 眼看就要被淳朴的德州人民追上，大山一个方向将车横在路上，随后慢慢走向车尾，抬起手中的 AR-15自动步枪，枪口刹那间喷出烈焰，朝追赶的人群一顿扫射，人群四散躲避。不一会便调转车头，纷纷逃命。二人这才得以驾车继续逃跑，在提前安排的那辆车前停下。大山把抢来的钱交给弟弟，关上车门，随后告诉弟弟按计划进行。弟弟不解问哥哥为什么不上车，大山没有说话，转过脑袋。Love you, Toby. Mean it. 兄弟二人分道扬镳，大山唱着歌行驶在笔直的大道上，吸引追赶而来的警车。而大海这边则一路畅通无阻，警车穷追不舍。大山驾车疯狂驶向半山腰，随后将布塞进油桶点燃，拿上装备跳车，汽车在惯性的作用下朝坡下急速倒退。紧接着，赶来的老警长看到这一幕，赶忙让搭档联系特种部队，而大山则趁机跑到山顶，拿出那把雷明顿狙击枪，架好开枪，数百米外直接将警长的搭档一枪爆了头。震惊之余，警长罗斯特命令手下将他开车带到山的另一侧。而另一边，大海遇到设卡拦截的警察，他赶忙对着后视镜收拾仪容仪表，随后将车缓慢停在地次前面。How you doing? Good, you? You got your license on you? Yes, I do. You wait right there. Yes, sir. 他淡定接受警车盘查，可实则腹部的疼痛撕心裂肺，但他绝不能表现出一丝痕迹。Sure. Have a good day. 好在最终成功放行。烈日炎炎的山脊上，大山举着狙击枪朝着山下不断射击，可完全没有注意到远处身后的山上，老警长罗斯特已经举枪瞄准了他。警长喘着粗气，似乎心中愤懑的情绪终于得到释放。赌场吧台上，大海双眼呆滞。新闻里播报着恶贯满盈的哥哥被击毙的消息，他拿起酒杯一饮而下。第二天，大海来到米德兰银行，还上了剩下的贷款，还有账上干净的巨额资产，也存入了米德兰银行，由对方管理。多么讽刺！